大人，小的在此恭候多时了，就是为了帮大人理理头绪。大人没叫你进来，你怎么就跑进来了？快出去啊！小的不是怕耽误了大人破案吗？大人，这位大叔有一条重要线索要向您禀报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说曹沫和玉娘是通奸杀人？千真万确。如今奸夫归案，淫妇却逍遥法外，天理难容啊！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通奸杀人呢？大人呢？我们大人好说话着呢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大人，那小弟就班门弄斧了。大人，前朝山东运城有个淫荡毒妇，姓潘名金莲，与奸夫西门庆通奸谋命，毒死了本夫武士大郎。你把这儿当说书场了？说的也太远了吧？不远不远。小弟这个古人古事，恰恰是为了省些口舌，直接本案真相。本案中的潘金莲，就是本地出了名的风骚美人玉娘。而本案的起因，都是去年盛夏，淫妇玉娘与奸夫曹沫相遇的那个下午开始的。西门庆曹沫一见美貌风骚的玉娘，顿时就神魂颠倒。小娘子，你走开啊！走。这位公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想知道娘子叫什么。潘金莲儿。哦。您要是潘金莲儿，那在下是谁呀？你是谁？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说小娘子，你等一下。您要是潘金莲儿，那我就是西门庆。哟，你是西门庆啊？怎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公子，我可是良家女子，你少读那些歪的。歪的？快下雨了，我得去买瓜。传说啊，当年撮合潘金莲和西门庆暗中偷情的是一个媒婆。无独有偶，本案为曹沫和玉娘穿针引线的，恰恰也是个王媒婆。越来越俏喽！哟，我说玉娘啊，你可几天没上我这儿来了？这不是来了吗？赶紧给我挑几个上好的瓜。今儿啊，可累死我喽！王妈妈。哟，莫公子，您今儿个怎么想起来上我这儿来了？王妈妈，您老向来是跑成人之美的大美差呀，怎么开起瓜果店改行了吗？还不都是你们这些公子哥们吗？想娶如花似玉的美女，可又都舍不得花钱呐。看看，把这嘴唇都磨出茧子来了。可事成之后呢，给我这点煤钱呐，还不够我喝水的呢。这不是吗？借着这沿街的房子呀，开个瓜果店，多少呢，也补贴家用吧。王妈妈，来，王妈妈，过来。王妈妈，您要是给我说成一桩没事，您看我会不会亏待你呀？好啊，只要你肯出银子，老婆子我呀就一定成人之美。你呀，还是把银子收好了，小心给坏人骗去了。我走了。我说姨娘啊，你家四郎今天要是回不来了，那瓜不就都烂了吗？他赶不回来。这生意人呐，在家要算钱，
那出门要看天，那可说不准。我呀，今儿过生日，四郎说了，他得回来亲手给我做寿面吃呢。哎呦，不过，我这四郎今儿去的地方太远了，说是傍晚才回来吧。哦，行了，走了。哎，不是玉娘啊，你看这天都要下雨了，等会儿再走吧。啊，哎，等会儿再走吧。我这筐子怎么不见了呀？哦，筐子在这儿呢。玉娘啊，这天儿说下就下，这可是山里气候。我看您这身子这么单薄，这要是淋了雨，那可就不妙了。我看呐，等这场大雨过了以后，你再走，也不迟嘛。嗯。不用了，我们家呀就在那前面住。走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！这老天有眼，你还等什么？哦，哎，啊，这成了好事儿，可别忘了我这媒人啊！我曹某人绝不食言。哎呦，哎呦！玉娘，叹什么气呀？怎么了？后悔了吗？我才不后悔呢。跟公子有这么一回，我死都瞑目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叹气呢？公子，你是不知道，你说我就嫁给一个能赚几个钱的人，在其他方面一点情趣都没有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想不到像娘子这样容貌秀丽的绝代佳人，居然也有这么多的苦啊！玉娘，你别哭。曹某今日与你一聚，此生就不会再为别的女人那么动心了。真的啊？嗯。哼，你一个白面书生，我才不信你的话呢。哼，既然你和你丈夫过不下去，我们俩何不想出一个长久之计？公子，你可不是拿大话来哄我的吧？哼！哎，公子，你去哪儿？虽然我曹某从小连杀鸡都不敢看，只要能和娘子终身相爱，让我杀人都敢。就今天。今天，我们家四郎啊，今天去东山收取货银，晚上回来的路上，你就把他给杀了。那曹沫虽说也是个读书人，可是他为了得到玉娘，却铤而走险，听从了淫妇之计，赶到了河堤。
大人，小丽讲的是不是不够精彩啊？啊不，精彩，精彩，比书场里说书的精彩多了。就是多了不少添油加醋啊。你比如，奸夫淫妇在房中密谋杀人的话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有听人私访的习惯？天下的淫妇她都一样啊。这话听来另有隐衷啊。不，小丽的意思是，万事总有个前因后果，而此案的结果恰恰证明了小丽推断的丝毫不差。下面发生了什么？破绽。玉娘一到现场就露出了破绽。当然，在场人数众百，可看破奸情的却唯独小丽一人。此情此景，小丽至今记忆犹新呐。四郎，四郎，天下女人只要是女人便就罢了，何必偏偏要造出这样漂亮女人来招惹是非？往下说呀。在宋大人面前，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再多添一个字儿，也纯属多余啊。本官听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事发当日，人数众多，尸面俱损，无人能够辨认死者是谁。而玉娘赶到现场之后，3丈之外就认出死者是其夫王四。那么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她事先知道她的丈夫要在此处被谋害，换言之，就是她跟奸夫合谋害死了王四。精彩绝伦，精彩绝伦啊！宋大人所言正是本案的全部真相啊！可宋某却听说，那个玉娘到了现场之后，并不是3丈之外啊，而是掀开了尸体上盖的那领席，才认出死者的。那是谁在胡说八道、混淆视听啊？小丽敢拿颈上的脑袋担保，玉娘绝对是在3丈之外认出王四的。如此隐情，你为何不报？我报了，当时县主正是采取小丽的意见，才把此案定为通奸杀人的。案卷上只记载了曹沫杀人、见色起意谋害人命，可丝毫没写通奸谋杀之说呀。这正是小丽对县主心有不满之处啊。县主妒贤嫉能，就怕别人比他高。正因为那个破绽不是县主他，而是小丽发现的。县主虽然一开始也采纳了小丽的建议，定为通奸杀人，可是忽然一夜之间又改判曹沫杀人。小丽当时也向县主提出过异议，可却横遭一顿臭骂。案判是可以改的，可是案卷是不能改的。案卷里有小丽亲笔做的堂审笔录，大人可以查阅啊。你能给我找出那份笔录吗？当然能找，当然能找。案卷里有小丽亲笔做的堂审笔录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啊。怎么没了？难道是县主他？来人，传王媒婆。王婆，在。本官问你。去年盛夏从河里打捞起一具男尸，县衙差人叫玉娘前去认尸，可是你一同陪着去的，何西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玉娘啊，让老身陪她一起去的。为什么一定是你陪着去呢？大老爷，那些天啊，一直是老身陪着玉娘啊。为什么？那王四儿啊，进山去收取货银，说好了当天一定回来给老婆过生日的。可是呢，一连3天也没个音信，把那玉娘急得呀，哭得跟个泪人似的。忽然呢，有个衙门公差来报，说是河西村口有一具男尸，让玉娘去认认。
大老爷，您设身处地的想想，他一个妇道人家，是怕什么吧？就偏偏来了什么，那还不吓破了胆呢？哎，可怜这玉娘啊，那吓得一下子腿就软了呀，就死拉着老身陪他一起去。您说我能不去吗？王婆，你陪着玉娘到了现场之后的事情，你还记得清楚吗？哎呀，这样的事儿啊，老身一辈子也遇不到一回，怎么会记不清呢？听那公差一说呀，老身就急匆匆扶着玉娘赶去认尸。这一路上啊，老身还求菩萨保佑，那不是王四儿。可还没到了尸体跟前儿，那玉娘就一下子认出来了，那就是王四儿啊！四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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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天下的女人是女人便罢了，偏偏还要造出这么漂亮的女人来招惹是非。四郎，这是谁下的毒手啊？天哪！我只当是句戏言，谁知道他真下毒手啊！王婆，在，你敢保证你没有记错？没记错呀。大人，您要是不信，可把玉娘找来问问。王婆，本官听说那个玉娘可是个美人胚子啊！你们这些男人，怎么一提到女人美色，都是那种眼神啊？我出言不逊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不怕不怕，坐坐。哎，那玉娘啊，不但人美，她心也善。那好，那你就跟本官说说啊，这个玉娘和曹沫之间这点风流韵事，说说。哎，要说那天呐，要不是我老婆子多嘴，就一定不会引出那么多的是非来。你说了什么？哎，王妈妈啊，我说你也给我做种好媒啊，看我会不会亏待你啊？那是啊，谁不知道您曹公子是慷慨之人呢？等我老婆子哪一天啊，我遇见了貌美心善的姑娘，我一定为你预成好事儿。哎呀，不过王妈妈，你应该不知道，我曹某人的眼睛呢，都是长在这儿的。让我曹某人看上的姑娘，可并不那么好找哦。哎，那我就把月里的嫦娥给您请来，您看如何？好，那我就万里黄金大礼恩谢。哎呀，嫦娥还真的来了。你要想打他的主意啊，你可没什么好结果。哎，王妈妈，这姑娘是谁呀？哎呀，人家可是有夫之妇啊。王妈妈，看你说的，我不过随便问问，谁打人家主意了？王妈妈，哟，玉娘啊，您最近身体还好吗？好好。哎呀，你平时很少出门的，今儿怎么想起来看我老婆子来了？王妈妈，我今天是来买瓜的，麻烦您了，给我挑几个上好的瓜。哎，我说玉娘啊，这你家四郎不是进山了吗？你一个人在家呀，买一个便够你吃上一天的了。我想多买几个拿水凉着，等四郎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吃凉瓜了，好解暑。哟，好体贴人的媳妇儿啊！这四郎娶了你呀，可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啊！看王妈说的。哎，我说那四郎今天要是回不来了，你买的这瓜不就都烂了吗？王妈您不知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四郎说一定会赶回来给我做寿面吃的。哎呦，怪不得呢！看着你们夫妻这么恩恩爱爱的呀，可把那天下的男人啊，给眼馋死喽！您这还有客人，
看我耽误您事儿了。我说姨娘啊，你看这天要下雨了，歇一会儿再走吧。啊，不碍事儿，多谢您了。哎呀，玉娘，你没事吧？来，谢谢。还行吗？我来。谢谢啊。玉娘，玉娘，玉娘，你别走，放开！别，玉娘。公子，你的衣服，谢谢了。哎，哎，哎呦，淋场大雨啊，让公子你呀，醒醒才好呢。哎，王妈妈，我听你这话里好像夹着骨头啊！啊？我老婆子当了大半辈子的媒人了，还能看不出你们这些公子哥们那肚子里的几根花花肠子？嘿，王妈妈，那你既然看出了我的心事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为我？你休想！你要是看中了旁人啊，老婆子我呀一定为你一成。人家玉娘可是有夫之妇啊，你可不要痴心妄想。哎，对了，王妈妈，那个玉娘的丈夫啊，到底是谁？就是那王四啊。王四？这都在同一个城里住着，什么王四王八的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这是城东，你家住在城北，那不认识的人多着呢。你们这些人呐，比不过人家的艳福高，就编些损话来埋汰人家，缺德！哎，王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说话埋汰人家了？那你刚才说那王四王八的，那我问你，那王八是什么呀？那不是埋汰是什么呀？王妈妈，我本无此意啊，被你这么一说呀，倒真让人捧腹啊。来，对了，王妈妈，你说这个王四啊，他把那么一个漂亮的老婆啊，就一个人留在家里，自己常年在外边。我看啊，难保他什么时候真的成了王八，自己都不知道啊！啊？嘿，你长嘴呢！你不知道，人家玉娘可是一个贤惠守夫的女子啊！啊，她才不会让王四当王八呢！净瞎说。是吗？哎呀，这个王四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的啊，居然比我曹某人还有福气。哎，该着人家就是比你强，人家有11个脚趾头，你有吗？哎，王妈妈，你乱说了啊！这人哪有长11个脚趾头的？人家王四就是比常人多一个，该着就是比你有福气。嗯，好。哎，那天啊，你替我传个话给那个11个脚趾的人，就说我曹某愿意出1000两银子，让他把玉娘让给我，怎么样？哼，你就是出1万两黄金，也休想夺人之美。那我干脆在半道上把他给杀了，让玉娘成为寡妇，我再把她娶出来。哎呦，你这个读书人，你说话也不怕咬了舌头？怎么了？啊？你要是有胆量杀了王四，那不出3天，我就把人给你送到府上。那好，那就一言为定啊。我只当是句戏言，谁想到竟惹出这么大的祸呀！这么说，在你眼里，玉娘是个贤惠守夫的女子？反正啊，凭我老婆子的眼光，
挑不出一点毛病来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挑不出毛病的人，说不定就有致命的毛病。大老爷，您这话……今日之事不许对外人演讲，你也要随时听候本官传唤。去吧。是。宋大人，哟，吴知县。宋大人，听说大人要传讯证人，卑职想给大人打打下手。难得吴知县这么客气。哎呀，不巧啊，王媒婆已经走了。哈，大人可否有什么收获呀？没什么收获，还不是卷宗上那些旧话。坐坐啊，好好。宋大人，卑职真的搞不懂了，您这葫芦里卖的是哪味药啊？膏药，一贴陈年的老膏药。宋某想问的，贵县1年前已经问过了，证人能说的，1年前也已经说过了，没有半点新鲜。不同。现在这当差的，半天没见到人影。大人，捕头大哥是您差出去找线索去了。是吗？他也许……您就别跟我打哈哈了，这本来也不该是我问的事儿。不过我倒有另外一句话想问问大人。你说。当时玉娘能在3丈之外认出了王四，这应该算是一个破绽。您为什么不向王媒婆问问清楚呢？王媒婆不已经说了吗？王媒婆已经说了。没说吗？白长了一对招风耳朵。卖关子。同一时间，同一地点，同一个人的故事，宋某今天听了3遍。英国，来坐。每一个人说的故事，都大相径庭，完全不一样。照你看来，他们谁说的更接近事实？别的不说，那个书里说玉娘和曹家有着可疑的往来，这是我亲眼所见的。而且书里对玉娘的怀疑也有3分的道理。从全案看，玉娘和曹家避嫌还来不及，可她却频频地出现在曹家。你说的有3分道理，那7分怎么说？那个唐书丽说的风流韵事啊，都不是她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，只不过是她胡编乱造，不足以为信。可是唯一让我想不通的就是，她能把这些事情说的就像她身临其境，好像她亲耳听了人家的房事一样。有意思啊，有意思。哎呀，你还说有意思呢？3个人说1个人的故事，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，而且你没发现吗？他们说的这不是1个人呢，这是3个人呢，这还没意思。俗话说呀，眼见为真，耳听为虚。你为什么不把玉娘招来问个究竟呢？我不想见玉娘。我倒是想看看他们3个谁在说谎。3个人说1个人的事儿，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，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每个人心里的动机不同。我说说看啊，你坐。先说这个吴知县，他说玉娘，他就着重描述玉娘跟曹沫之间的这个眉来眼去，对不对？他要把玉娘说成一个百媚横生，让所有男人，当然是风流男人啊，一见就心猿意马的那么一个绝色尤物。他这是在给曹沫找杀人动机。唐书丽是为什么呢？他描述玉娘就一定要描述成一个水性杨花、不守妇道的淫妇，他巴不得让我把这个玉娘绳之以法。
王媒婆跟他们不一样。王媒婆，哎，你记得吧？她呀，也是说漏了嘴，她差点让玉娘牵扯到这个通奸谋杀的案子里去。她心里对玉娘有愧，并且想拼命的弥补，所以在她嘴里，玉娘就成了一个品貌无双的那么个完人。由此可见呀，这3个人说的玉娘都不是真正的玉娘。你说啊，英姑，到底谁说的才是真正的玉娘呢？我只知道，接下来您会亲自验证。对呀，百闻不如一见嘛。英姑，咱俩看看去。哎呦，大人！哎，大人，她就是玉娘，我去把她叫住。不，我们跟着她。我听说你在官驿待了1天，是不是想让宋大人提携提携啊？宋大人是高人，高人自有高人的见解。至于他老人家提不提携小丽，宋大人自有主见。嘿，说你胖你还喘上了？你是不是在宋大人面前告我诬状了？啊？知县大人从无过错，小丽何来诬状啊？哼，这是当然。不过这个宋大人办事认真，而且他还要对曹沫的杀人案进行复审。无非是例行公事，真金不怕火炼。证据确凿的铁案，还能怕他查出个节外生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要说曹沫杀人这个案子，小丽以为大人当初就不该怜香惜玉。什么叫怜香惜玉啊？大人虽然把凶手判了斩刑，可是却放了淫妇，小丽至今觉得不妥啊。你怎么知道曹沫和玉娘合谋啊？嗯？那么大人怎么就能认定玉娘清白无辜呢？大人不是总是说漂亮的女人脸上总写个祸字吗？小丽以为大人此言简直就是至理名言呢。不如说你有切肤之痛。嗯？奇耻大辱！大人，小丽家世如举，何言切肤之痛？大人所言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啊！算了吧，谁不知道你们家老婆是水性杨花？啊，她早就让你当上王八了。你有气不敢往自家老婆身上撒，哦，就恨不得把天底下所有漂亮女人都赶尽杀绝啊！啊，哼，一个大老爷们儿。有本事你回家整治整治你们家那个水性杨花的老婆，从别人身上撒什么气？大人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拿小丽的家事说事儿，有失公允呐！你有气不敢向自家老婆身上撒，而嫁祸于别人，就公允了吗？我唐某并非心胸偏狭的小人，让我唐某敢说，本案最后被推上断头台的，绝不止一个曹沫。还有谁啊？淫妇玉娘。嗯，你的意思是说宋大人盯住的是玉娘？大人当初要是听了小丽的忠告，将奸夫淫妇一同严惩，也不至会落得今天这么被动啊。我说这个宋大人，他为什么一直不提审曹沫？哈，原来他的眼睛是盯着玉娘。什么断玉高手？
不过是如此。大人，您在想什么呢？哎呀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！屁大个书吏，在我这逞什么能呢？跟狗啃屎，随虎吃肉。等宋大人按唐某所指将案子改判了，你敢说提刑大人身边不会多一个精明能干的文吏？哼！曹沫和玉娘虽然是初次见面，可二人眉来眼去，就已经让曹沫神魂颠倒，欲罢不能。小弟借个古人古事，恰恰是为了省些口舌，直接本案真相。本案中的潘金莲就是本地出了名的大美人玉娘啊！玉娘不但人美，她心也善，反正我老婆子的眼睛挑不出一点毛病。大人，你把魂丢了。别吵，别吵。经过啊，要是按卷宗记载的话，曹沫伏击王嗣就应该是从这儿出发的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哎，大人，啊，人不在了，跟丢了。丢不了。我知道他出没的地方，走。啊。来，把这喝了。娘，这是什么？大补汤啊。娘，你喝吧。墨儿，你近来不是常常头疼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，娘？儿是娘的心头之肉啊，儿有了病痛，就会传到娘的心里。把这大补汤喝了，儿的病痛去了，娘的心里也就踏实了，啊。哎。从前有一个母亲，她把自己身上的一切给了儿子，可儿子还睁着想要什么的眼睛站在他的面前。母亲就问了：“儿啊，你还想要什么？”儿子说：“我想要娘的心。”娘就把心掏出来给了儿子。儿子捧着娘的心，欢蹦乱跳的就跑出去了，一不小心脚下一摔，把娘的心重重的就摔在了地上。可是娘问他的第一句话却是：“儿啊，你摔疼了没有啊？”
是我。玉娘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事儿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让你这2天别再来了吗？这些日子多亏了你，我才活到现在。可摩儿的日子快到了，你不要再到这儿来沾晦气了。大婶儿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大婶儿，咱们到堂屋去说吧。姨娘啊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天井说吧。大婶儿，您为什么不让我进堂屋啊？老身不是说过了，不让你再来了吗？玉娘，玉娘。